大家好，我是国际事务处交换学生奖学金的承办人 Jeffrey， 很感谢大家愿意拨出宝贵的时间进来聆听这场交换学生奖学金的讲座。经过上一场交换学生甄选的说明会后，相信同学对于出国交换学生这件事情有一定的了解。而决定是否出国交换需要考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项就是经济条件。申请奖学金对同学们来说，可说是一个能减轻出国期间生活负担的好管道。今天的说明会主要会分为3大部分，首先会带大家快速的浏览有哪些奖学金可以申请，以及在申请之前要留意哪些事情。接下来会详细的介绍每一项奖学金，最后会向大家补充说明哪些注意事项，如申请的时程和获奖生的义务等等。国际处主责的希望出航交换学生奖学金分别讲述不同身份别的交换学生，哪些条件是符合经济不利，以及需要缴交哪些文件，这些也会在后面的简报中为各位说明。学海习租计划呢，则是由教育部补助中华民国籍且家境清寒的学生出国研修。因为奖助对象的不同，这2项奖学金的申请规定也不一样，但要请同学们注意的是，不论你想申请哪一项奖学金，都必须要参加交换学生甄选。如是参加校级交换学生甄选，希望出航交换学生奖学金同步于甄选报名时，在申请系统中勾选申请。若同学是经由学院系所推荐的院系级交换生，则向学院系所提出申请。再来就是要进入第2部分，各项奖学金的介绍。首先是台大希望出航交换学生奖学金。奖助的对象依身份区分为经济不利和一般学生，经济不利学生则又区分为本国籍和非本国籍，一般学生则是以甄选成绩优异或附重点推动交换学校者。什么是重点推动交换学校呢？原则上是新签约或者希望增加交流机会的姐妹校。经济不利的同学补助经费来源主要是希望出航奖学金，一般学生的补助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教育部的补助和校务基金自筹款。相信许多同学都有听说过教育部的学海飞扬计划，本奖学金将该计划纳入经费来源的补助之一，因此不再另行公告申请。同学若获奖此奖学金且符合学海飞扬计划的资格者，则会以此作为奖学金的经费来源。这2类学生每年补助的名额视申请人数还有本校经费状况而定，以往每年都有补助超过100名学生。审查方式是由审查委员会议审议，并以非延毕出国交换学生为优先考量。录取名单将于第1次志愿选填放榜时同步公告。一般学生若放弃第1次志愿选填之录取学校，奖学金的获奖资格也会随之放弃，不会保留。以经济不利的学生获奖此奖学金则不受此限。也就是说，如果经济不利的同学于第1次志愿选填放弃了录取的学校，进入了第2次志愿选填，并于第2次志愿选填放榜时确认录取报到，那么奖学金的获奖资格则会随之保留。本国籍经济不利的同学分作为2类，第一类为持有政府单位核发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特殊境遇家庭证明任一者，第2类为家庭总所得收入同时符合规定者，同学需要准备如综合所得税资料清单等文件。只要符合上述2类其中1类，就可以提出申请。非本国籍清寒的同学呢，只要持有国籍所在地政府单位所核发之清寒证明、免缴税证明或低收入户证明，即可提出申请。参加校级甄选的同学要以经济不利身份申请奖学金的话，除了刚刚提到要在甄选报名系统时勾选申请奖学金外，还需要额外提交相关的证明文件。详细办法请在详阅奖学金的申请公告。简报上所罗列的是115学年度重点推动交换学校的列表，请同学们参考。新签约的学校像是有比利时的蒙斯大学、科索沃的普里斯汀纳大学，还有英国的东安格利亚大学。奖助额度参考各国的生活水平，这里列出的区域补助经济不利的学生1学期14万元，1学年24万元；一般学生1学期75000元，1学年15万元。奖助如前往美国、挪威、日本、纽西兰等国家。这里列出的区域补助经济不利的学生1学期7万元，1学年12万元；一般学生1学期6万元，1学年12万元。
倘若同学前往的交换学校所在国家不在上述所罗列的国家中，则由国际处另外订定。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教育部的学海习租计划。学海习租计划是由教育部个案审核同学们的申请件，并核定补助金额，且需同时符合3个条件才能申请。第一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且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第二是持有政府核发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其他相关的补助证明，第三是前往非陆港澳地区交换的同学。本校推荐至教育部的顺序为持有低收入户证明的同学优先，再来是持有中低收入户证明的同学，最后是持有其他相关补助的同学。教育部在115年新增了2项补助对象，除了大家原本熟悉的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等相关补助身份外，新增的是弱势学生助学计划的补助资格者以及父母亲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依教育部规定，申请学生必须缴交的审查文件如赴国外研修计划书、中文历年成绩单、外国语言能力证明等。另外还需要缴交身份证明文件，包含户口名簿和相关补助的证明，且必须在空白处注明与这本相符，并亲笔签名。最后我们要进入第3部分的奖学金时程及其他注意事项的说明。台大希望诸行交换学生奖学金申请公告已发布于海外教育资讯网上，请在4月于交换学生甄选报名时于系统中勾选申请。在第一次志愿选填放榜时公告获奖名单，同学需要在期限内缴交行政契约书，以确保奖学金的获奖资格。往年学海习租计划是没有开放第2梯次的申请，但在去年114年首开先例，目前还不确定115年是否会开放第2梯次的申请，如有则是在8月份公告申请资讯，9月份开放申请。获奖名单则是依照教育部公告为准，预计在12月份。同学一样需要在期限内缴交行政契约书。如果你是院系级的交换学生，因为需要由学院来做推荐方能提出申请，因此申请的详细说明还请假各学院的承办人。获奖生的义务主要包含了与本校签订行政契约书，遵守契约的规定，取得交换学校的入学许可并按时入学，研修期间不得有退学、休学、不返国接续完成学业或未经允许提早返国的行为。研修结束返国后，提交研修性的报告跟成绩单，并参加台大所举办的教育展，分享所见所闻。关于上述奖学金资讯，都公告于海外教育资讯网。同学进入海外教育资讯网首页后，点选交换学生，往下拉即可看到国际交换学生奖学金资讯，点选了解更多，就可以看到最详尽的奖学金公告。除了前面跟大家介绍的由国际处主责的奖学金外，其他单位也提供多项奖学金补助交换学生，如教育部的赴捷克高等教育机构短期进修研究奖学金、日台交流协会的短期奖学金，以及台湾欧盟中心的法兰西中山赴法交流奖学金等。因为每项奖学金的申请时程与规定都不同，若有最新消息都会公布在国际事务处的网站上。PS 若交换姐妹校有提供奖学金，则会由各区域承办人负责通知办理。以上就是我的简报，谢谢大家耐心聆听。若有奖学金的任何问题，都欢迎来信咨询。祝大家甄选顺利！